人，躲藏者将被给予10分钟躲避时间，也是废纸，请尽快寻找躲避处。这条1本书，那就放在书柜里吧。高一点，我去。喂，是我先发现这里的，前脸后道，懂不懂？来不及了，你别按着我。追捕者出现。的战争，这是最简单的游戏。捉迷藏。我的小宝贝儿，你躲在哪里了呀？我来找你喽！乖乖出来吧，千万不要发现我。不在这里吗？真可惜呀。哎，走了吗？找到了！原来你藏在这里呀！玩家爸爸最牛。这是哪儿？啊！我刚刚不是还在案发现场吗？怎么到这里来了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挑战者苏木，欢迎来到捉迷藏空间。捉迷藏空间是什么？这里是你专属的初始大厅，每次完成挑战或者登入空间时，你都会来到这里。我去，原来这草地和树都是假的，太真实了吧！在这个世界中，每一个到达18岁的孩子都会进入一个捉迷藏空间进行生死淘沙。啊，在这里，你可以获得世间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东西，比如呢？异能、金钱、科技，甚至是永生。只要你能获胜，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囊中之物。听起来很有诱惑。那要是玩家被淘汰出局了呢？每个人在进入捉迷藏空间之后，都有一次免死的机会。在死亡了第2次之后，就可以选择退出捉迷藏空间，进行自保。我明白了，我本职可是一名侦探，参加这类游戏还不是小儿科了。不过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这身子太瘦了点，连8块腹肌都没有，体力上很吃亏啊。你的第1次挑战将在10分钟之后进行，请开始选择你的容貌。如果你对现在的容貌满意，你也可以选择不改变。当然要改，居然连容貌也能改，太人性化了。人在江湖飘，迟早会挨刀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弄个小号隐藏自己比较好，这样就算结仇了也认不出我。身高肯定要再高点了。身体再强壮一点点，眼距宽一点点，眉毛宽一点点，还屁股翘一点点，鼻子挺一点点，完美。提交成功，人物正在转换。啊，这真是太酷了！距离挑战开始还剩下5分钟，请宿主输入你的代号。代号可用，恭喜你已经完成注册，开启个人面板。代号 M。等级 F， 体质7点，精神20点，力量6点，敏捷6点，可分配点数无，技能无，特殊道具。规则在比赛开始之后才能公布，请宿主耐心等待。哦，不能提前知道规则，意味着必须临时分析，灵活应对是吗？游戏即将开始，请宿主做好准备。不正面回答，看来是了。
好吧，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侦探，硬件不够，实力很够。倒计时，3、2、我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1。苏木，你终于到了，这案子越来越棘手了。死状和上次案件的死者一模一样，应该是同一人所为。同一人，凶手到底是谁？啊！等着等着睡着了，居然来了这么多人。不要！太可怕了！我不想玩这种游戏。哎，但好在咱们也是有惊无险，顺利通关了。刚才真是好险，也差一点就凉了。幸亏我福大命大。欢迎大家来到捉迷藏空间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又开始了，刚才那局才刚结束啊！我受不了了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好多人呢，都是要和我一起进下一场捉迷藏的吗？接下来，所有新玩家将进入到下一场游戏——对抗赛，资深者 vs 新手。居然是对抗赛！唉，又一群倒霉蛋。一上来就要和资深玩家对抗吗？在这一局中，你们是猎物，你们可以化身任意物品，进入挑战场躲藏2个小时。游戏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，1小时后，你们将可以更换自己化身的物品。一旦变身物品被追捕者击中，就视为淘汰。另外，同阵营不能相互攻击，否则也视为淘汰。此次挑战为特殊挑战，最终获胜者将获得一份丰厚的特殊奖励。特殊奖励？哇，特殊奖励！哼，特殊奖励是我的了。现在你们将有10分钟的时间，通过转盘抽取变化物品。物品选择完毕后，将进入地图正式开始比赛。不是说已经开始抽取变身物品了吗？那我的转盘呢？难道真把我给忘了？真调皮！好像是这个按钮。那人的系统颜色和别人的不一样，居然是金色，有意思。这位同学啊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需要帮忙吗？有问题可以问我哦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你，我已经弄好了。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热心肠？究竟有什么目的？那就好，不过有善提醒，进入游戏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哦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慢着，你不进游戏，难道你是老玩家？没错，作为过来人，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，这并不是普通的捉迷藏游戏。一味墨守成规，只想着老老实实找个地方躲好了的话，可是会出局的哦。他说的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抽取时间结束，玩家即将进入游戏现场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你的第一场游戏要开始了，那么祝你好运，一定要成功躲到最后啊！别让我失望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有问题没问完。1，游戏正在传输中。已经开始传送了。那个，你等我回来再说。以前的你可从不会主动找人搭话，今天怎么就一反常态了呢？难道那小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没注意到？是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本场的地图为城乡结合，若是玩家躲藏的地点超出地图上的蓝色区域，将视为淘汰。系统将给予10分钟躲避时间，请尽快寻找躲避处。我要为那些追捕者默哀了。这么点时间，这么大的范围，他们找得完吗？就是，我们躲的都这么合理，肉眼根本看不出来，藏2个小时就赢了。不如咱们赌赌他们2个小时找得到几个？只要我们坚持在原地不动，那么应该就有很大的几率通关的。就是，这游戏也太简单了。游戏奖励我拿定了。喂，你们说话归说话，别到处乱蹭啊！离我远点行吗？而且都站在我身边也太明显了吧！这是要一网打尽的节奏啊！哎，等等，好像有东西在从我身上往上面爬。嘿呀，哎呀，我得再爬高点才行，越高越安全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不会有哪个大冤种变成小强了吧？太恶心了！就这里了，视野绝佳，一定不会被发现的。幸好这里有个电线杆，电线杆上有一张牛皮广告，真是太合理了。难道我真的是天才？
合理个屁啊！还好不是小强，眼瞎吗？兄弟，你真当我这是能贴小广告的地心庵吗？你要不往上仔细看看呢？我究竟是个啥？人家是小妹妹啦，大哥，你藏得真好，就借我躲躲嘛。居然是女孩啊！那行吧，不过你要再往上来点，不然贴得我那儿不舒服，硌得慌。好嘞，谢谢大哥，你真是好人。哎，对，再往上啊，就是这儿啊，待着别动啊，得了，得劲儿。是否固定你所在的位置？固定之后，你将获得上帝视角，能够观察到整个地图的任意一处。啊，还有固定和上帝视角，我们居然还可以从上帝视角来观察追捕者的行为吗？对面到底有多强，才会有这么多的限制？不过当然要开启，新手只不用才是傻瓜。恭喜玩家获得上帝视角。哦，原来这里就是全部的游戏场景啊，简直一目了然。上帝视角也太爽了！恭喜玩家获得技能狂饮，使用期间增加30%伤害，增加50%移动速度，移动速度持续时间为15秒。此外，其余隐藏技能请玩家自行发掘。有了属性攻击，这下就好办了。那大哥，我们就保持这样的姿势了吗？我们不去其他地方藏一藏吗？这里我总感觉有点危险啊，会不会太明显了？哎，放心好了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啊，这也有道理。叮，10分钟躲藏时间结束，追捕者登场。哦，啊，这么快！不知道追捕者会是什么样的人啊？追捕者已到达赛场。和新手玩也太简单了，就让我加点料。玩家贪狼使用隐藏比赛升级卡10张，福利暴击卡10张，比赛难度正在调整中。新手 vs 资深者对决升级，奖励等级乘10，资深者能力限制加强。玩家贪狼触发隐藏任务，现在将开启全球直播。他们开始行动了，你还要换其他位置吗？再不换可来不及喽。不了，意外相识一场，有人结盟总比没人结盟好。这局游戏我跟你会了，大哥你要罩着我啊。好吧，作为捉迷藏空间的首次直播，全场表现最优异者，最后将获得一份神秘大奖。神秘大奖听起来好像有点意思，要全场表现最优异吗？不知道能不能拿到。我去，我们新手第一场就碰到了资深高手，大家先别慌。没错，他们追捕者加强了限制。对呀，而且就算得不到，只要能混过这一场，距离比赛开始还剩5秒。3、我这里应该安全吧2、上帝保佑。 1，比赛开始。喂，王蛇，咱们说好的，我们狼队使用了道具，那就由我们先挑选范围，对吧？你可是一向言而有信的。当然，按照约定，现在你们有10分钟优先选择的权利。不过，先让我解决这个已经露馅的家伙。玩家歪歪最牛被淘汰，怎么可能？剩余躲避者242人。什么鬼？空调老哥怎么就阵亡了？哪里出了问题？明明他藏身的位置相当合理，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啊！空调不就该挂在那儿吗？他们到底是怎么发现的？是不是用了什么提示之类的道具？不是道具。大砍刀，你有信心躲过他们的追击吗？这群人看起来好厉害呀！你觉得呢？这广告？啊？谁是小广告？问题不在对面，注意你们脚下的灰尘。这个人眼神非常好，他可以通过地上的痕迹来判断你们的位置。痕迹，果然，刚刚躲在这儿的时候把灰尘蹭掉了。好强的推理能力！代号 M 的玩家是第一次才来的新手，太强了吧！
他应该是经过训练吧，否则一般人哪有这么厉害？这个洞察能力在新人里还算挺强嘛，这么快就发现了追捕者的漏洞。哇塞塞，这个代号为 M 的玩家有点厉害呀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发现了这种细节，未来绝对是个大佬。不知这个大佬现在在哪儿呢？这场游戏真有意思。门口这么多痕迹，屋里藏了不少人呢。瓮中捉鳖的时候到了，抓老鼠了，小子们，给我上！是，嘻嘻，别打我！求求你放过我吧！玩家小小木船被淘汰，玩家无敌宇宙被淘汰，玩家美女社死被淘汰。当前剩余躲避者205人。各位大哥大姐们，快救救我呀！我是胶带仔呀！还有我是纸箱。他们马上就要搜到我们这一层了。身为只有一次防御功能的玩家，这让我怎么救啊？如果为他们楼区的玩家吸引火力，那我不就是送死吗？可恶！你们这些见死不救的人，我都记住了。救了。大佬救我！可短床可推倒，我萝莉呢？大佬，我是衣柜，要是能成，回去之后必有重谢。快求大佬拉一手，那群人马上要到我所在的房间了，救命啊！我要狗带了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之前固定物品的这个选项？固定物品选项，这跟躲避追捕者有什么关系吗？哎，大佬，能说清楚一点吗？我们有点不明白啊，这个选项有什么问题吗？纸箱，你试试解除固定物品，然后控制着纸箱原地使用2段跳，最后在空中立刻固定物品试试。原地2段跳在空中使用固定吗？哎，我试试，解除固定物品，2段跳起，固定物品。啊！不仅没有感觉到下坠感，而且我竟然真的能悬浮在空中。哎，大佬，我成功了！不知你们有没有发现？追捕者们手上拿着重武器，但却一枪不开。明明都有超能力，却还走楼梯，所以这只能说明他们的限制很大。双方能力太悬殊，游戏不许他们使用权力。只要你们移动物品速度够快，没准还真的可以跑过他们。但这种方法仅限搏命的时候使用，毕竟如果真被找到了，与其等死，不如搏一搏。呜呼！耶！那大佬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求大佬解惑。你旁边不是有个阳台吗？跳下去，在楼房外的半空上卡着。现在是深夜，月亮又被遮住了，在这种一片漆黑的夜晚下，谁还能看得见你？况且追捕者往那儿看的几率非常低。多谢大佬提醒，等我清理一下痕迹，我这就照着你所说的做。兄弟们，大佬说了，大剑去屋外卡着，借夜色掩藏自己。好，求大佬罩着。大佬真的是新手吗？居然能想到这招！大佬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我刚刚用上帝视角从1楼看了看自己，还真的看不清哎。这边没什么灯光，显然是游戏为了照顾我们设定的吧？不是吧？这些物件竟然全部悬空了！这是卡 bug 了吧？这样也行啊？没准这是游戏本身的设定呢，只是一直没人发现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 M 到底是有多厉害？居然不到10分钟就找到了隐藏设定，其实他是用道具进去。娜娜，大砍头，我们要不要也去找找 M 大佬啊？让他给咱们指点一下。啊？我觉得他好厉害呀，这么快就摸透了游戏，只要我们能放上他，咱俩肯定能躺赢。可是我这个身形太大了，移动的话肯定会被追捕者发现的。但如果只有你自己悄悄移动的话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这傻丫头，还不知道我就是 M。那我不去了。为啥？你不是觉得他厉害吗？
既然这局咱俩结盟了，那我肯定不可能就这么丢下你跑了。我们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好，有福同享，难同当，听成义气。奇怪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人呢？我记得这里有声音来着，在楼下就听见了。小东西们，别躲，你们是躲不掉的。你乖乖出来吧，我还会下手轻点。肯定都躲这个房间里了，也没有人呢。该死，这些小东西都躲哪儿了？还挺会藏。这还不抬头的。哎，名场面，名场面！我已经录下来，准备发到油管上了。这货回归现实后，看到这样的录像，他肯定脸都能气歪。这头顶上那么大的桌子都没有看见，他在搞毛啊！我收回之前说的话，这些躲避者也太有才了吧！话说，这张桌子是怎么上去的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我刚刚漏看了。哼，有意思。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呢？我可非常期待呀！该死的兔崽子们，到底藏哪儿了？居然全部消失了！赶紧给老子出来！干！热武器不能用，实力又受限制。这火箭筒还没有一根破棍子顶用，咱们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？老大，你拿个主意吧。我们总不可能一直找那些变成大型家具躲不掉的倒霉蛋吧？对呀，老大，那6个娘们中可是有个会用弓箭的。要是等他们把麦田区里逃窜的物品杀完了，我们的表现分绝对会被反超的。想必这群躲避者应该是有高人指点，内部藏着高级玩家，否则我们不可能这么久都抓不到他们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有使用这个了。居然逼我到这个地步，我一定要这群兔崽子付出代价。追捕者贪狼使用一张道具卡，追捕者能力解锁40%。居然还有道具卡！啊，我们会不会被发现啊？哟呵，竟然这么快，就又使用上了一张技能卡。资深玩家就是奢侈。又用一张技能卡，这群新人居然这么厉害！玩家盲盒使我快乐被淘汰，玩家53太有趣了被淘汰，玩家小兔子被淘汰，已死亡45人，当前剩余躲避者150人。惨了惨了，他们能力这么快就解锁了40%，这下对我们可不利了。资深者的法子太多了。大佬，现在追捕者们又行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变成的是火车，而且还是8节车厢的那种，我这样还可以卡在半空中吗？大佬，还有我变成的是一座3层的小楼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大佬，我变成了没有机油的直升机。这运气也太不好了吧！竟然会抽到这种大件物品。大肯的，你说这下 M 大佬会怎么做呢？唉，大佬也不造啊，这么大件的物品，神仙都难救啊。要看他们造化了。直升机兄弟在哪里？50机油，咱们好像可以起飞哎！什么？兄弟，快来马路上，追捕者降临的地方汇合，咱们这下稳了。直升飞机，飞，有了！来了来了！火车和小车想活命的话，就去找直升飞机，让他帮你们飞走。啊，这真的没问题吗？哎，做不到吧？大佬，我是直升飞机，不是会飞的航空母舰呢。我这怎么能带得了火车和小车呢？根本飞不起来啊！先别急，听过左脚踩右脚螺旋上天的事情吗？好。等火车和房子2段跳卡在空中之后，你飞到他们2个的下方，锁定自己。房子和火车解除锁定会直接砸在你的身上，到时候他们再用你的身子当地面，再次使用2段跳，就能跳向更高的地方了。你们就这样接力就行。啊，等他们解除锁定踩在我身上的时候，那我不就当场去世了吗？他俩体积比我大得多呀！哼，难道你忘记了，躲避者是不能互相伤害的规则？我们同类可是不能互相攻击的，所以你会没事的。规则还能这样用？那行，我听大佬的。大家赶紧快到我这里来，我带你们上天，咱们都有救了。能带火车上去，那我不也可以装在火车里一起飞上天吗？
只要他们飞得高，追捕者肯定是抓不到我们的。就是，现在追捕者能力才解锁了40%，他们里面应该没人会飞吧？哎，新手就是新手啊，怎么这么沉不住气？形势大好，还往外面跑。这要是我宁愿站在原地，赌一赌追捕者他们找不到。估计是自暴自弃，人家追捕能力现在已经解锁了，他们这会儿逃出去，不是找虐吗？哎，那可不一定 ，M 大佬绝对会想出办法的。他们这会子进火车，说不定和 M 有关。我觉得这些玩家移动，可能是准备联合所有物品反攻他们。你们在说笑吧？反攻？你难道不知道 A 级玩家有多强吗？一群新人还妄想反攻？等等，他们这是在干嘛？他们好像真的有办法。二段跳，什么鬼？这也行？左脚踩右脚螺旋上天，假的吧？啊，M大佬是怎么想出这招的？简直不要太绝啊！这火车起码带了100多个物品上天吧？以他们这种速度，5分钟后肯定都看不到踪迹了。可不是，就算被发现了，也拿他们没办法吧？这些追捕者们该怎么办？现在我终于明白你为何会对他感兴趣了。这种洞察力确实不是一般人。你不觉得这次的新手局前所未有的有趣吗？一群新人将资深老手们玩得团团转，的确有趣。等等，先别找了，再这样找下去不行。怎么了，老大？只剩下最后几栋楼了，他们肯定在里面。我们一直这样盲目寻找，根本就是浪费时间。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躲避者之间肯定有某种通讯方式和全图视角，否则不可能这么默契，让我们全都找不到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直接抓住一个躲避者，让他给我们带路不就好了吗？那么多躲避者，一定有一个愿意投降。可是老大，这不太符合规则吧？游戏允许这么做吗？有什么不符合规则的？可是历来追捕者都没有这么做过。万一……不要被发现！不要被发现！千万不要发现我！老天保佑！屁的规矩！反正条文里可没说不能这么做。大哥，别杀我！我听到你们说的话了，只要你愿意留我一条狗命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这人真狗，竟然还叛变！就是啊，是男人就有点骨气，宁可光荣的死，也不能当叛徒啊！看得气死我了。不得不说，这次的新手局的确很有看点，什么情况都能碰见。新人们是配合不错。但是内鬼开玩家全图视野的话，不就相当于给追捕者开个全图挂吗？所以接下来躲在麦田区的玩家们，可就难办喽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啊，是谁啊？我怎么被标记了？好好的标记我干啥？不好，有人在看全局视角。我劝你们还是赶快出来送死吧，兴许我还能让追捕者给你们留个全尸。干！居然有叛徒，靠着出卖队友生存，真是不要脸，太恶心了！等着吧，你会遭报应的。要是我能在现实里碰见你，我第一个就弄死你。好啊，我等着瞧哦，有本事你来呀！完了，大砍头！现在我们这边有内鬼了，他们马上就能找过来了。哼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换位置还是就地等死？真讨厌，这游戏一点都不好玩。让我思考思考。捉迷藏游戏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什么？小广告，方便告诉我你抽到的技能是什么吗？我看看，隐身10秒3次，加防御3次，怎么了？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大哥，你看，就是那里，有100多名躲避者，全部利用规则卡在了半空中，卡的位置非常非常高。不会吧？卡在空中，怎么办到的？这是躲避者的隐藏规则，难怪我们找不到。拿着，给我火箭筒，只要给我看清他们的方位，不管什么规则，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夜上居然还有这么大的玩家，他们怎么走上去的？竟然是真的！这群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直升机也就算了，火车和汽车也能上天？就算是隐藏规则，也太离谱了一点吧？他们不是新人吗？
不管如何，让我来看看他们的距离有多远。打不到气不气？嘿嘿嘿！幸好咱们听 M 大佬的话，爬得够高。这群人卡的位置实在是太高了，甚至超过了我们武器的攻击距离，连我的弓箭都够不着。不管这几个人了，时间到了，停下手中的活，跟我一起去城区。是。说，这群人究竟是怎么卡上去的？出来就杀了你！是一个代号为 M 的人教他们的方法，说是左脚踩右脚，螺旋升天。而且他还很厉害，对那些规则的运用简直炉火纯青。我感觉他应该是一个老手。狗屎！不过是一个新人踩了狗屎运，碰巧知道了隐藏规则罢了。大哥，不要杀我，我知道的都说了。算了，别再浪费。天上的躲避者应该还能再拖蟒蛇他们一会儿。还有其他家伙活着，我们先去收割麦田区里的人。是。终于来了，重头戏要上场。大砍刀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他们可都是 A 级大佬哎，我们这么做能成功吗？要是一个不小心被发现了，我俩就凉凉了。放心，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。要开始了，记得听我号令，升到合适的高度就使用你的技能。好。3、2、1，出发！快！要被他们发现了，他们一抬头就能看见我们。小广告，快，就是现在！好，技能发动，隐身。很好，高度非常合适，距离，那些人也全部都进入了区域。根据现场玩家的举动以及小广告刚才透露的技能来看，这群追捕者收到的应该都只是普通的防御技能，所以他们逃不掉了。更何况想要获胜，怎么能一直墨守成规、躲躲藏藏呢？既然是游戏，一直处于防守姿态是绝对会输的。接下来就是反攻时。首先寻找有标记的物体，他们被发现以后肯定全躲起来了，一个都不要放过。老大，放心吧，再怎么躲也不可能。发生什么了？人呢？老大，你快回头看那里！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造成的？怎么回事？这栋大楼怎么？玩家 M 击杀追捕者武大郎。我去，居然还能这么玩！玩家 M 击杀追捕者独眼狼。有玩家击杀了追捕者，还是2名。当前剩余追捕者10人。开始了！他们大佬1穿2，杀疯了！这40米大刀这么猛的吗？如果 M 大佬真的是萌新的话，那可就创造历史了。在空中定住，隐身，然后发动斩击，这一套流程太帅了。当我们想着如何躲避追捕者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猎杀追捕者了，这也太厉害了！我感觉我们和他玩的游戏怎么不一样啊？他玩起来简直就是 easy 模式。玩家 M， 原来他就是 M 大佬。真不赖啊，难怪你看好这小子。一个刚进入空间的新人就能瞬间杀死2个 A 级大佬，简直不一般呐！是很有意思。可恶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？追捕者不可能互相伤害，躲避者吗？怎么可能？躲避者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？快给老子找出来！对面到底是谁干的？刚才我在全局视角里没有找到人，可能使用了某种技能，但我觉得对面那人很可能就是 M。躲避者里只有 M 可能办到这件事。击杀2名追捕者，只有空间高手才能做到。你最好别骗我，否则害我失去了2个兄弟，这仇我一定会报。去，把他们叫过来。是。干住这个人，我们都得死。原来你就是那个 M 大佬，难怪你能想到击杀追捕者的办法，原来那些主意都是你出的。看来瞒不住了。本来还想再低调一点，但奈何实力不允许啊！哈哈哈哈！这个大佬好像和以往的大佬不太一样。我想象中 M 大佬会更严肃一点，但现在这样似乎更有亲切感。
话说，现在你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你也能看到我已经成了他们的目标，你还跟着我，不害怕吗？当然不怕了，咱俩可是结盟了的，而且与其说怕，不如说更有安全感了。哦，更何况抛弃队友、出卖队友的事，我可做不出来，我是很有骨气的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我会继续罩着你。目前来看，我们目标一致。说说你的计划，我们要怎么配合？你可别指望我拿着弓出去跟一个能力状态都未知的人对拼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30分钟后比赛可就结束了。现在只有采取最笨的方法，我们9个出去吸引注意力，你来找他。作为交换，我可以打头阵。你为什么不等到第2次变身，非得要这么心急？也许他底牌已经用尽了。你知道他下一次变身会变成什么吗？既然现在已经有了他的线索，我们就该赶紧摧毁他，而不是任由他成长吸取经验。你应该也是为了那件特殊物，只要按照我的计划将他杀了，天上的躲避者，你有1分钟的优先权。哼，成交。现在是夜晚，麦田里外面过于黑暗。按照计划，你射出一支发光的箭作为信号和照明的手段。一旦我们接收到信号后，会在同一时间冲出楼区，直接向麦田区里杀去。麦田区与楼区相隔了一条马路，马路没有遮挡，只能靠自己的反应速度快速冲过。所以我们跑到马路时，就是最危险的时刻。不过 ，M 看到这个机会后，绝对会出手。如果他还有再次反杀追捕者的想法，那时就是我们与他对决的时候。这群人还真是阴险。只可惜我们躲避者是拥有上帝视角的，早就把他们的计划掌握得一清二楚了。阿莫大神，你藏好啊，千万不要出来，把自己当成不值的。大佬，还有10几分钟就到下一次物品选择了，咱们没必要去冒险。我可以从天上跳下来，吓他们一跳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，绝对可以帮到大佬你。楼上的老哥，你忘记这里还有内鬼了吗？你这么一说，追捕者那边不也都知道了吗？不用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那个叛徒也在窥屏吧？赶紧叫那些追捕者快点干掉他们，我好回去睡觉了。M， 你嚣张什么呢？有本事直接出来呀！10个追捕者，你也敢说能杀？脑子缺了根筋儿吧？哼，叛徒不配说话，当好你的传声筒，找你主人去。这家伙的确很嚣张，等我抓到你，一定会慢慢羞辱你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信号发射了，我们上！现在只要他敢动手，那么他的位置就会瞬间暴露。住在楼区顶部的蟒蛇就能直接干掉他。如果他不出手，那就更好了。待我们到达麦田区后，也会用最快的速度，无差别清理麦田区的一切。M， 不管怎么做，这次你都是死路一条。你准备好接受死亡了吗 ？M 大佬，他敢动手吗？你就是 M， 你居然还敢露面，果然很有勇气。哼，正是本大爷，就不劳烦你们慢慢去找了，太浪费时间了。我饿了，在我的面前冲锋，你们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吗？趁现在，蟒蛇！嘿嘿，打不着，消失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空间里怎么可能有这种技能存在？刚刚那个是幻影，他一定是躲在麦田里的，把他找出来，分开行动，除掉所有东西。黑镜，快闪开，他在后面！玩家 M 击杀追捕者独眼狼，玩家 M 击杀追捕者白眼狼，玩家 M 击杀追捕者小白狼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能走神？未免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对手了吧！不过你的反应还是挺快的，被你侥幸逃过去，否则就是一穿四。可惜，你这家伙，竟敢把我的队员都……去死吧！大佬，快逃啊！他手上有火箭筒，他该不会是被吓傻了吧？怎么不动？你们懂什么？大佬一定是有自己的想法。看来这小子耍帅耍得有点过头了呀，他还是太贪心，
贪狼和他手下实力不一样 ，A 级追捕者怎么可能就这么被新手玩家给解决？你是这么想的吗？我倒觉得那可不一定，也许贪狼会阴沟里翻车哦。新手就是新手，就算再厉害，也还是逃不过本大爷的手掌心。反击！可恶啊！终于解决一队了，然后就剩拿弓箭的那群美女蛇了。大佬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只剩1次防御了，可是对面还有5个人。肯定溜啊！赶紧跑！啊！可恶，这小子居然往巷子里跑！不行，视野太差了，完全无法瞄准。你们愣着干嘛？快追啊！不要浪费他这次露面的机会。是，大姐。大佬，为什么我们要往这里跑啊？我们不躲起来吗？记得刚刚那支箭的主人吗？这里这么多遮挡物，肯定能干扰他的视野。他为了击杀我，不得不会转移地点，从而暴露位置，这样他就在明，我在暗，并且他的剑法也肯定会受到影响，反而对我们的威胁会变小。你看上面，他果然现身了。哇，大佬好厉害！往哪逃？这偏了，我猜的没错。这样的移动速度下，他根本没办法瞄准。如果我是他的话，就会迅速跑去前面狙击。至于位置嘛，可恶，得另找地方埋伏。火车，雷击，相信我吗？当然，大佬，你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。你们立刻从我标记的坐标那里掉下来，记住，锁定的速度快一点，别被摔死了。收到。作为新手，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，可惜经验太少。Game over。哪来的声音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现在，趁他的注意力被火车吸引，分心了。现在帮我们大姐，去死吧！小广告，快隐身，就现在！可是冷却时间还没有好。他怎么不动了？追捕者贪狼使用稀有级道具卡缩短了比赛时间，距离整场比赛结束还有15分钟。5秒钟之后，所有躲避者将重新选择你们的物品，进行第2轮捉迷藏。定住了！在选择结束之后，躲避者将获得5分钟的无敌时间。在5分钟之内，物品处于隐形状态，并且行走速度得到大幅度提升。所有躲避者请在5分钟之内找到并确定好你们所要躲藏的位置。追捕者解锁所有能力。嘿嘿嘿嘿，天不亡我，韩流啦！可恶，居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让他跑了！暗狼到底在搞什么？将时间推移到物品选择期间的稀有级道具卡是我最后的底牌。幸好在物品选择时，追捕者不管有多重的伤都不会死去。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我们刚才差一点就能抓到他了。我替你们挡了一枪，我躺在地上撑了10秒，你们这群废物竟然都还没有拿下他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这人为什么单枪匹马往前冲，还以为他打算做炮灰，原来是有这种打算啊！倒地10秒不死，再配合道具卡和恢复药剂，这简直就是多了一条命啊！看来这次贪狼打错算盘了呀。在有这种道具的基础上，他应当是想借刀杀人。是啊，他原本应该是想借 M 之手把蟒蛇队全员击杀，然后再带着自己的队友把 M 干掉。结果没想到吃力不讨好，自己队员全挂，蟒蛇队只损失1人。最重要的是，还放走了 M。不过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？ A 级满状态的追捕者可是连坦克都不怕 ，M 有办法对付他们吗？谁知道呢？ M， 你准备好了吗？等会儿我一定要第一个找到你，然后杀了你，你逃不掉了。哼，杀死我，谁杀谁还不一定呢。先选变身物品吧。是否选定超级手办为你的变身物品？自带飞行器械倒是可以用来保命逃跑，可逃跑哪是我的作风？
我要将这里所有的追捕者全部干掉。是啊，限定超级手办为我的变身物品。嘿嘿，恭喜你，你的变身物品为超级手办。大佬，我想好了。你觉得我变成一个龟壳怎么样？就像忍者神龟那样。龟壳？等等，你就是小广告，原来你长这样啊！对呀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我变成一个龟壳，你就可以把我挂在背上，当你的防护盾了呀，就和刚刚一样。啊，不错，非常完美。这样速度、防御、攻击就全齐了。我们再次双剑合璧，干掉那群大坏蛋！大佬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全都听你的，我变成了大宝剑。大神，要不然我们跟他们拼了吧？我变成了一面盾牌。我们这100多人里，肯定有不少运气爆棚的人，变成个激光行不行？大神，让我们一起来协助你吧。他们可是基本没有限制的 A 级，不是之前那个被限制30%的人了。要不你们还是带上我吧，我是盾牌，可以帮你挡枪。是啊，大佬，我们还是有点用的，大不了当个炮灰，全都任由大佬差使。没想到就这么快，我就拥有了这么多死忠粉，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呀！放心吧，这些人不足为惧，你们藏好就行，我会将他们一个一个送走，快速结束掉这场比赛。时间到了，你们躲快点。5分钟躲避时间到，追捕者限制解除。不知道 M 接下来会变成什么东西？谁知道呢？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 D 级。管那家伙变成了什么？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 C 级。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 B 级。他一定。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 A 级。将会死在我面前。A 级追捕者贪狼狼形形态解除控制。久违的感觉呀，力量终于回来了。暗杀者形态解除限制。大姐，你没事吧？下一轮开始了，我们没抓到 M。没事了，还有机会。现在6名追捕者的限制已全部解除。M，这下我看你还能往哪里逃？ A 级追捕者蟒蛇，蛇形态解除限制。你们几个先去杀别的，今天就让爷来跟他好好玩玩。我要让他知道惹怒我的代价。不行，我们可是马上就能击杀他了。要不是你，我们就能为大姐报仇了。就凭你们，你以为你几个是什么东西？要不是蟒蛇给你们争取机会，你们早就在场外了。别耽误我时间。无伤，大姐还活着。什么？大姐没事？对，现在让我们赶快集合，走吧。小蛇们，快去大蛇身边吧，落单可是会被吃掉哦。切，笨蛋，我们走。好了，小东西，已经没有其他人来打扰了，现在是猎杀时刻，告诉我 M 在什么地方。好的，大哥。M 大佬，我们不躲起来，这样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我们了。躲哪儿？当贵皇？嗨，他们还有这么多人，而且全部解除限制了，狗是绝对苟不住的。这时候得智取。大壮这一队就剩队长一个，弓箭这一队没有击杀通知，应该全活着。不过这2队貌似有过节，不愿意相互配合，这就意味着和一方缠斗的时候，另一方大概率不会出手。这样的话，最优先解决的就是大壮那一个，而且他频繁的使用技能卡，说明这场比赛可能对他很重要。或许目的就是那个神秘奖励，明白了吗？啊？明白吧？哼，算了，看你那呆样，你就听我安排吧。好嘞。少逗了，是因为害怕死得太快才背上龟壳的吗？可惜晚了。你说我是先把你的胳膊拆下来呢，还是直接把你的头给拧爆呢？你想怎么死？嘿嘿，那你就来试试看啊！你以为老子和你开玩笑？居然还笑得出来！我去，完全变身后威力很大。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这点小聪明毫无意义。你那些小手段对现在的我已经通通没用了。先撤，飞行模式。
现在快有防御，他打过来了！去死吧！没打中，去哪儿了？居然还有力气逃跑！徒劳的挣扎，往哪儿逃都是死。你可要祈祷，千万别被我追上。可算用假足迹把他忽悠走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一直躲在这里吗？莫慌，我原本也是想带他来这种地方，他正好把我打进来了，还省了我一点功夫。他这块头在狭小的空间里肯定非常受限制，手脚都打不开。如果他想伸展，就必须破坏遮挡物。只要破坏，事情就简单多了。我没听懂。没关系，接下来的操作很极限，记得听我安排就行。没有问题，时刻准备着。Nice， 看咱俩怎么成功反杀。喂，邵大个，这儿，你是不是眼瞎？在你后面呢，找半天都找不到，我看的都急死了。你也不怕另一队笑话你？光长这么多肌肉，我明明就在门口的柜子里，你还拼命往别的地方跑。但凡动动脑子，也不至于这么多队友都送完了呀。现在还被我耍得团团转。可没有这么强！混进比赛，这就是我的第一场比赛，做事没那么多废话。兴许还能多活一会儿。不可能！我不甘心！玩家 N 击杀追捕者贪狼，当前剩余追捕者6人。猜错了，换个方向就是了。就你这速度，也想靠近我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什么词？身体多分几个，就以为自己很牛了。这么原始的攻击手段，就别拿出来丢人了。小广告，报一下剩下追捕者的位置。还剩10几分钟，比赛就结束了，再不快点就杀不完了。得嘞。大佬和我们玩的是一个游戏吗？为什么同样都是躲避者，他就可以那么秀呢？游戏肯定刚开始给大佬安排错了身份。大佬，那些追捕者全部都被刚才贪狼的惨叫声给吸引了，现在他们正朝着我们这边飞速赶来，我的特殊能力也只剩1次了。没问题。大佬小心！喂，不是吧？这么玩不起？只有6个人，还玩偷袭这一招？只要能杀了你，什么方法都行。这女人真和毒蛇一样，比贪狼那个大块头难对付多了。这个 M 属实难缠，贪狼被干掉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甚至没来得及向我们求救。如果不尽快解决掉它，那么我们一定会因为找不完其他的物品而输掉比赛。将那家伙拿来。为什么被抓走的又是我？姐姐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我很有用的，我可以继续向你们提供其他人的位置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！解决了 M， 那群躲避者翻不出手掌心，你已经没用了。再说，愿意带路的狗勇士，杀了你，先恢复一点之前消耗的血气再说。什么？不要杀我！玩家，我是你的小宇宙，被追捕者蟒蛇击杀，躲避者还剩135人。真精彩！多谢你们帮忙杀了这个内鬼。现在一件事要解决了。他怎么跑出来了？怎么可能？不好，这个角度，全员闪避！查到你们了！
玩家 M 击杀追捕者腾蛇。玩家 M 击杀追捕者眼镜蛇。玩家 M 击杀追捕者七步蛇。玩家 M 击杀追捕者乌梢蛇。玩家 M 击杀追捕者蝰蛇。当前追捕者还剩1人，距离比赛结束还有3分钟。太强了！大老牛啊，居然能抓住时机绝地反杀，瞬杀了对面5个追捕者。我去，这么算下来，大佬真的战胜了6个 A 级，用一个新人的身份。我拜大佬实在是太神了，从此以后我就是大佬的小迷妹了。太酷了！将来我进入捉迷藏空间后，也一定要成为像 M 大佬一样的人。我要将大佬的比赛录像看10遍。M， 局势已定，是你赢了，我不会再动手。那个特殊奖励，能不能卖给我？这个对我很重要，你要多少钱都行，只要你开价，甚至可以不限于是钱，什么条件都行。卖特殊奖励，我甚至不清楚特殊奖励是什么，这要怎么谈？那是一种药剂。不用解释了。为什么？时间到了，让这场比赛结束吧。卖奖励的事情，咱们有缘再说。如果你还能碰见我的话。玩家 M 击杀全场最后1名追捕者，比赛提前结束。躲避者阵营获胜，存活人数135人。杀了全部追捕者，我真是太帅了。发给你了，有吩咐随叫随到，我们都会记着你的恩情。先撤了，就不打扰你们俩了。哎，真好，还是甜蜜双排，人生赢家呀！不是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们不是。大佬，你真的是新手吗？为什么这么厉害呀？感觉任何隐藏规则你都能马上发现，然后利用起来。哦，当然是啊。不过我总不能告诉你，其实我是一名侦探吧？当然了。因为我平时都注意饮食，所以才会变得思维敏锐。真的吗？这诀窍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啊！多吃绿色蔬菜，少吃快餐，饭后多走走，你也可以变得和我一样聪明。好的，我记下了，大佬。我该走了。大佬，很幸运能在游戏里遇见你，谢谢你没有嫌弃我，带我躺了一局，希望下次也能和你一起。对了，我的好友申请记得通过哦。拜拜，大佬。好，下次再见。哼，他还挺有趣，不知道真人长什么样子。我也该走了。欢迎玩家回归自己的个人空间。第1次捉迷藏比赛正在结算，请稍后。恭喜玩家 M 在捉迷藏特殊对决新手 vs 资深者中表现非常优秀，成功击杀2名 A 级资深者，打破常规，提前结束比赛。恭喜你获得完美评分，您获得的奖励如下：获得称号天降福星，获得特殊专属奖励生命等级升华药剂限定，是蟒蛇想要的那瓶药。获得游戏胜利奖励麻将，获得追加奖励直播常驻嘉宾的席位。系统，这2张麻将是什么奖励啊？它们有什么作用啊？具体作用等待玩家参加第2次游戏后才会自动公布。第2次游戏，也就是说我还需要再参加1次游戏才能知道？不是说好年满18岁只参加1次游戏就可以了吗？
想要继续探索空间深层秘密，只有不断提高积分才能揭晓。奖励就这些了吗？好像也不多。那现在帮我查看下我获得奖励的详细信息。正在加载，请稍后。会。在现实中死亡后可以复活3次，这个奖励倒还不错，用得好简直逆天。不过，这个生命等级药剂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为什么蟒蛇宁可搭上性命也想要得到它？不管了，先收起来。您现在需要分配您的随机属性点吗？将其余3维全部提升到10点，剩下的随机分配属性点，等以后弄清情况再说。正在增加，请稍后。属性点分配完毕，可分配点数还剩19点。特别提醒，玩家在进行完空间的第1次挑战并获胜之后，在3天之内可自行选择时间参加第2次空间游戏。您将在3秒过后回归现实世界，请做好准备。好，开始传送吧。不知道这里的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子。3、2、1，玩家M正在回归。我的天哪！这个世界的科技竟如此发达，太震撼了，比我原来的世界要先进太多了。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的人们，会不会感觉很压抑？如同森林般的高楼，让人喘不上气。还有神秘的游戏，未知的危险。我的头好痛啊！活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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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着。这些都是原主的记忆吗？好痛苦啊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说一个大脑无法相存2种记忆吗？而且原主的记忆非常残缺。从那次案件过后，我就穿越到了这副身体里，开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比赛，直到现在才接收了原主的记忆。难道这些事情是有联系的吗？为什么原主的记忆如此痛苦？这些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直赢下去，能不能找到我要的答案？虽然还没弄清楚为何我会突然穿越来到此地，但就目前的各种情况来看，我还是先想办法在这里生存下去比较好。先回原主家吧。9-24，按照原主的记忆，应该就是这儿了吧？钥匙插得进去，没错，我回来了。小莫，什么？小莫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姐姐要担心死了。糟糕，要摔了，我看不见东西了。小莫，快和我说说，在空间里玩的怎么样呀？第1次参加游戏什么感觉？有没有成功活到最后呀？有没有害怕呀？是的，是的，姐姐，我成功了。可不可以让我先起来？我慢慢和你说。抱歉，抱歉，姐姐刚才太激动了，吓到你了吧？今天小木辛苦了，来，赶快进屋歇息吧。谢谢姐姐，我换个鞋。啊，这些鞋不是同一个风格，莫非家里来客人了？姐，家里来客人了吗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看来小木参加1次游戏变敏锐了。来吧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他们是姐姐的朋友。哦，根据原主的记忆，这位是她异父异母的姐姐苏雅。在母亲去世5年后，老爹便和邻居单亲少妇结婚，之后原主就多了一个姐姐。后来老爹他们为了清闲，便在国外定居，偶尔才会回来1次。于是现在家里就只剩下了原主，
和他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。小木，发啥呆呀？啊，姐，你怎么了？今天一直心不在焉。没事儿，刚才在想游戏的事情呢。他绝对是最了解原主的人，得小心应对。好了好了，不结束了。我家小木很厉害了，第一次参加空间游戏就能顺利通关，正好今天的客人也是空间资深玩家哟。空间的资深玩家，姐，你什么时候还有这种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他们几个是我刚认识没多久的朋友啦。以后你对空间有什么疑问的话，都可以问他们哦，他们人很好的。话虽如此，但这次的捉迷藏游戏可危险了，一上来就面临 A 级追捕者，尤其是那个叫蟒蛇的坏女人，就这么一点点就被她一箭射死。啊！我去！小莫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们好。这不是蟒蛇吗？他们几个该不会是专程上门来找我复仇的吧？不过，在第一场游戏里，我变身成了物品。你们难道认识？怎么可能认识呢？主要是姐姐们太漂亮了，我都看呆了。变成物品的话，他们肯定不知道我的真容长什么样子。就算是现在和追捕者面对面，他们也不知道眼前的苏木就是 M。更何况我还修改了面貌。小莫，你还愣在门口干嘛？赶快进来呀！好嘞。姐姐们好，我叫苏木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苏姐姐，你的小弟弟好可爱啊！我一见到他就觉得很有好感呢。小弟弟，你别害羞嘛。刚刚你们在外面的话，我们都听到了。关于游戏空间，你有什么不懂，随时都可以问我们哦。好。几位姐姐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空间游戏，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能麻烦几位姐姐给我讲解一下吗？好啊，简单来说，想要获得财富、异能，甚至是生命，只有不断进入空间，挑战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戏，你才能有机会得到这些东西。除了18岁那场空间游戏是每个玩家必须参加，除此之外，之后是否参加空间游戏，全靠玩家自行决定。每一种空间游戏它的难度不同，最后你所获得的奖励和积分也就不同。还有不同的难度？那这个空间游戏的难度具体是怎样划分的呢？空间一共将游戏难度分为12个等级，每次玩家进入游戏前，可以自行选择一个骰子点数来决定本场挑战的游戏难度。骰子点数越高，游戏难度也就越高。另外，同一难度等级的游戏又分为了不同模式玩法。玩家进入等级界面后，可以自行选择参与哪种游戏。最重要的奖励是积分，游戏实行排名积分制，只有生死挑战可获得积分。当你的积分排名越高，你就越有机会看到另一种不同的世界。就算在游戏外，这气场也让人不寒而栗。那这么说，只有玩家参与的空间游戏难度越高，得到的积分才会越高，排名才会上升得更快。是的，风险越大，收益越大。不过，想要挑战高难度的游戏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能耐，毕竟要是稍不注意，可能就会命丧黄泉哦。这个我知道，多谢姐姐提醒。所以参加空间游戏，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它公平地给了所有人机会。只要你有一颗想要变得更强的野心，那么再高的游戏难度，你应该也会想办法克服吧。空间游戏或许和我的穿越有关系，我一定会弄清楚。好了，一个个这么严肃，你们就别再吓唬小木了。人家今天才刚挑战完一场空间游戏，正是最需要鼓励的时候。抱歉，是我疏忽了。不愧是 A 级玩家，今天的这些话中话还真有意思。他们接近我姐有什么目的？
哦，对了，苏木。啊？我想问问，你在捉迷藏空间里有遇见过 M 吗？或者有没有什么关于 M 的情报？啊 ，M， 我都没见过 M 大佬。在整场游戏里，我都在被那个叫蟒蛇的 A 级玩家狂追，好吗？我还差点死在了他的剑下呢。你不知道，这女人可恨得很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好吧。是啊，哎，你找 M 关我苏木什么事？蟒蛇来这就是为了寻找我的下落。当时参与的躲避者那么多，只要我不承认，他们就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和姐姐们聊得太尽兴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该回屋写作业了。去吧，小木。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姐姐，耐心的给我科普空间游戏的相关法则，让我受益匪浅。各位姐姐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就先回屋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去吧，乖乖写作业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苏木。那我们告辞了，多谢款待。不客气，拜拜。虽然搞清楚了游戏规则，但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啊。刚才蟒蛇他们所提到的排名上升后可以看到的另一个世界，究竟指的是什么？金钱、权力，还是美色？我看没那么简单。排名对于玩家的诱惑力，恐怕远不止于此。赌命换来的奖励，应该远比这些更诱人。算了，既然搞不明白，那就把排名冲上去，一探究竟。小木，你好了没？都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不出来？不会在里面晕倒了吧？你是想把自己身上的皮都给搓掉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出来。你等我一下。差点忘了，现在这个家里不是我一个人住，还有原主的姐姐在。不过，突然和一个年纪相仿又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性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这多多少少是有点……咦，真让人不好意思。你终于说得出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在里面泡一辈子呢。啊，姐，你这副打扮是……这还用问吗？现在都这么晚了，当然是进去洗澡了。我去，浴巾要掉了！哎，今天累了一天，忙活这么久，现在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。正好洗个热水澡。不要啊！小莫。姐，那个你别误会，是他要松掉，我帮你拉住而已，没占你便宜。你的手放在哪儿？是真的，你相信我，我绝不是那种随便占人便宜的人，都是巧合。我的浴巾！啊！救命！小莫，你太过分了！妹子，这是个意外，意外啊！我发誓，我绝对不是故意的。就是妹子，再喊一遍试试。不，姐，这是个意外。虽然不知我为何会突然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，变成学生苏木，还莫名其妙玩了一次捉迷藏游戏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不管这么多了，我还是先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才行。走。很久没回过学校了。嘿，木子，昨天睡得咋样啊？游戏活下来没有？
我可是猛到了最后。哼，肯定活下来了，睡得也挺好。怎么了？嗨，我还以为昨天通关游戏后你会和我一样兴奋的睡不着呢。有这么夸张吗？那当然了，昨天我得到了3点随机分配的属性点，足足3点呢，这可是和异能一样珍贵的程度。3点，很多吗？我去，大哥，你火星来的？平时的捉迷藏普及课你都没看过吗？据权威机构统计，第一次参加空间游戏能获得的最高属性点是4点，正常人的第一次属性点奖励可是只有0.1到0.4呢。多亏了 M 大佬，我们才能顺利通关。要是哪天在现实世界里碰到了他，我一定要当面好好感谢感谢他。我记得我好像还有19个属性点未进行分配，所以这还是巨款啊！是吗？得到了3个属性点，你好像很得意嘛，在这四处炫耀。是你，赵哥，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这获得3个属性点的臭小子究竟能有多嚣张？怎么，你以为自己已经无敌了是吗？我没有。切，这就叫嚣张了。有 M 大佬一路带飞，顺利通关就足以炫耀很久。换作是我还要高举3天大旗告诉大家，小爷我顺利通关了。赵哥冷静，苏木他不是故意的。小子挺横啊，当我面逞英雄。有本事你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。妈，你怎么这么恼羞成怒？该不会是站错队了，所以才看不顺眼 M 大佬？哟，看你的表情，我说中了，你就是那个利用完了就被杀了的那个人吧？什么呀？原来他就是游戏里那个叛徒啊！他以为自己放上追捕者就能高枕无忧了吗？好蠢啊！这么简单的道理他都不懂，估计他只是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吧。去你妈！我要你多嘴！恼羞成怒想对我动手，太慢了，还是省省吧！可恶！说你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，还真是抬举你了。这么看，你不仅没脑子，手脚也不麻利，就这么点劲儿，你吓唬谁呢 ？M， 都怪他！如果不是他，我和贪狼的合作一定能到最后。谁还敢这么对我？你给我等着！我早晚要你好看！怂包，不送了。木子，你没事吧？赵宇那货输了比赛，到处找人出气，真无耻！游戏里害人，游戏外也要害人。没事，以后他要是再敢欺负你，你就还回去，那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小人。凭什么要被那？哭啥？木子，你能为我出头，我太感动了。从今天起，除了 M 大佬外，你就是我的神。啊！趁着今天老姐不在家，干脆我再参加一次空间游戏好了，这样我才能获得积分，提升我的空间排名。而且估计没人猜到我会这么快进行第2次挑战，也能摆脱一点我就是 M 的嫌疑。哎，等等，我好像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进入游戏，那我玩个屁的空间游戏啊！我又没上过什么普及课。
人游戏空间通道已开启，请问玩家是否进入？啊？我就随便抱怨了一句，这就打开进入游戏的通道了，哼，还真是贴心呐。进入。欢迎您再次进入个人游戏空间，开始您的第2次挑战。现在请玩家自行选择一个点数，来作为第2次空间游戏的挑战难度。我记得蟒蛇之前说过，空间难度一共分为12级，游戏难度也是根据投资的点数来决定，点数越高，难度越大。可是，一个投资的最大点数为6，若是想要达到最高的12级，至少得有2个投资来决定才行。我现在的实力不适合挑战高难度副本，所以我选择点数1。如果我推测正确的话，在这里选择点数1才是最为保险的做法，能够尽量保证最后的数字足够小。现在请玩家随机抽取第2个投资点数。哼，好家伙，果然有2个投资，而且第2个投资是随机抽取。如果第1个投资那里贪了，那现在就傻眼了。开始抽取吧。投资点数抽取完成。本场游戏空间总难度为5，请玩家做好准备。第1个投资的选择非常重要，无论想挑战什么难度的副本，只要第1个投资选好了，那么玩家大致就能控制住整场游戏的难度范围等级。空间游戏匹配成功，直播常驻嘉宾开启第2次挑战，全球直播同步进行。希望在这次的挑战中，您能表现得更加出色。祝您好运！这次的游戏场景，看来在一座城堡内。嚯，我这身打扮简直太眼熟，这不是福尔摩斯的装扮吗？这次的挑战还有身份的，难道这一场游戏的主题是 cosplay？ 我扮演侦探，这可是我的老本行啊！看来这次的玩家水准与上次的完全不同。虽然人也很多，又是一场大型挑战赛，但是毕竟上次是纯新手场。这批人里老玩家不少啊，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，谨慎地打量着四周。小广告，哼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碰见。他居然也来了，倒是巧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庄园。这次的挑战为逃亡模式，角色扮演大逃杀。接下来是比赛规则，请听好。比赛规则只复述1遍。这一局你们是猎物，你们将按照座位分成3人一组的小队，与凶残的追捕者进行逃杀。在整个庄园内藏着数十个宝箱，所有玩家需要找到其中的3个任务宝箱，并且破解里面给出的逃亡线索。通过收集到的各种线索，玩家需要推理出正确逃离庄园的办法。小队只要有1人逃脱，该小队全员算作成功。本轮失败条件，全队覆灭。本次场景的特殊规则：1. 同阵营玩家不得相互攻击； 2. 每一位玩家身上都有专属的必死规则，一旦触发该规则，则直接淘汰。必死规则吗？鉴于这次比赛的困难程度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次抽取道具物品的机会。
现在你们将有10分钟时间来通过转盘抽取你们的专属物品。物品抽取结束之后，比赛正式开始。传奇物品，听这名字，怎么也要比另外2个高级一点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等着吧。门先生的钥匙可以通过门传送到庄园的任意有门的位置，1小时仅限1次。大福的怀表可以暂停时间3分钟，半小时仅限1次。PP 针可以复活1名队友，1小时仅限1次。3个物品看起来好像都很厉害的样子，那到底该选择哪一个呢？门先生的钥匙肯定要重点考虑，任意门肯定包括逃离庄园的大门。选我可以复活队友。我还能带他去任何有门的地方呢，凭什么选你？哟，太拉了！我可是能暂停时间，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的极品道具呢。冷却时间还是最短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半个小时的超短冷却，实用性绝对比门先生的钥匙要强。至于队友，哼，那是什么？全队靠我 C， 要队友干嘛？就你了。恭喜您成功抽取传奇物品大福的怀表。哼，这把稳了。有时间暂停的异能，追捕者怎么可能轻易抓到我？利用得当，坑死追捕者不在话下。您是否要查看玩家瑶瑶和玩家荆棘花的必死规则？查看。好，我还能查看其他玩家的必死规则。这2个人应该就是我的队友了。玩家荆棘花必死规则：双手举过头顶。玩家秦瑶必死规则：鞋子没有触碰地面。倒是不苛刻，就是要额外小心这2点。作为天降福星的获得者，您在这场游戏里将自动激活2个额外的特殊奖励。什么？1. 可以修改其他玩家的必死规则。2. 可以查看所有玩家的必死规则，但除了查看您自己的必死规则之外，此权限1小时内只能使用3次。现在您已使用了2次。我去！你这坑爹的老六为啥不早点告诉我？害我白白浪费了2次机会。唉，算了，系统，查看一下我的必死规则。玩家 M 必死规则：10分钟之内必须眨眨眼睛，当前剩余时间为4分钟。幸好还算比较合理。根据刚才看到的必死规则和他们的穿着打扮来看，该不会必死规则是和我们的身高特点以及装扮的角色相关吧？喇叭有什么用啊？我的道具还是个水杯呢，好像更没用。我们的物品也抽完了。哎，我的是个项链哎！我去，给老子一个什么破扫把，这也太晦气了吧！让我去扫大街吗？哎呀，去他的烂扫把！哎，老哥，别，我有特殊物品，咱们队还有希望。发生了什么？玩家秃头不用洗淘汰。这么快就淘汰了2个人，这场游戏有点难度啊。玩家香辣火锅淘汰。怎么会？开局就是地狱模式，太变态了吧！比赛都还没有正式开始，全队就只剩下他1人了。哎，是专属规则，你是他们2个的专属规则。他们2人好像也没做什么吧？有没有哪位大哥大姐能帮忙复述一下他们刚才的动作？哎，他们队友呢？他们队友吓傻了，一时半会回不了神。
得很清楚，那个和尚起来说了一句骂人的话，将自己的物品丢在地上。旁边的那个就更无辜了，只是单纯站起来说了句话。这可怎么办？我们总不可能在这儿一直坐着吧？追捕者们马上就要被放出来了，这庄园地图长什么样子，我们都还不知道啊！宝贵的熟悉地图时间可不能被浪费了。10分钟抽取时间结束。此次比赛地图为豪华城堡，当前躲避者22人，追捕者4人。游戏中含有部分隐藏规则，需要玩家们自行探索。15分钟后，追捕者上场。大家快动啊！这可是占领先机的好时候啊！你怎么不动？有本事你带头站起来啊！就是，你先打个样。你这么能耐，那你起来啊！你全在这扯皮没意义的话，又不是站起来就会死。大佬！啊，小广告。好巧啊，大佬，我们是一对哦。看来我们很有缘哦。他就是你提过的 M 吗，小杨？对呀，我上一场游戏多亏了 M 大佬。久仰大名，上次的比赛我也在直播中看到了，很精彩，看得我热血沸腾呀。过奖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既然我们都是队友了，那么这次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M 大佬对刚才的情况有什么看法吗？都说了是专属规则，那我们每个人的必死规则肯定是不一样的嘛。难道这人已经推理出来了？他知道什么？看来完全看透了呢。不用一个个畏手畏脚的，再不出去寻找躲避点，你们是想被直接一锅端吗？各位，请看看你们自己的服装。游戏开场提示过，本场是身份场，我们所有人的隐藏必死规则与现在所扮演的角色、个人身体特征是有一定关系的。好像有点道理啊。不错嘛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竟然就能发现必死规则的问题所在，真不愧是我看上的 M 大佬啊！刚才和尚玩家骂了脏话，他触犯了佛门戒律，不符合身份。而那位道士玩家，必死规则应该是不能大声喧哗。这人是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他？熟悉的味道，这人绝对是 M 大佬。仅仅过了几分钟，他就推断出那2玩家的专属必死规则了，好强的推理能力！虽然还不知道这名福尔摩斯玩家到底是谁，但是以女人的第六感来看，我也觉得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 M 大佬。好了，咱们赶紧去寻找线索吧，别留在这耽误时间了。好，跟着大佬走，就是让人安心。M，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啊！手抬那么高，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吻你吧？你，哎呀，开个玩笑而已。放心好了，你们都可以说话、走路，你俩的必死规则不在这2方面。好了好了，快走吧，不然待会儿寻找线索的时间可就真的不多了。记住，不要做违背身份的事情就行了。必死规则也没有那么可怕。这家伙，明白了，大佬真给力。快走吧，不然待会儿寻找线索的时间可就真的不多了。好。这个福尔摩斯玩家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跟着他们走，一定不会有问题。我们跟上。很好，这次你也一定要好好表现哦，不枉我特地跟过来，千万不能让我失望啊！玩家秃头不用洗的必死规则：说脏话。玩家香辣火锅的必死规则：教堂里大声喧哗。我去，那个人竟然全都说中了！刚才那个人该不会是 M 大佬吧？这人的脑子为什么这么不一样？如果那个福尔摩斯真是 M， 那我觉得他也不过如此吧。
7分钟才做出推理，这对于空间游戏推理一把手的你来说，简直就是小儿科嘛！不，他并不是花了7分钟才做到的。这个人之前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抽选道具上，根本还没开始研究必死规则。而从那2人起身到炸开，他最多只花了1分钟，就现场分析出了他们的必死规则。1分钟？真的吗？没错，他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，推理天赋异禀。我也很期待能与他同台竞技。只不过那时候，我一定会打败你的。哇，我们躲避者一共才22个人，要在这么大的地图里躲藏啊！这豪华城堡，貌似豪华的有点过头了啊！瑶瑶说的对，在这么大的城堡里，我们既要寻找逃脱的专属密码，又要躲避追捕者们的攻击，还要自行推测出隐藏规则。更何况还有必死规则限制，这次的游戏怎么看来都是对我们躲避者玩家不利呀。没那么困难，我们只要在这些区域里找到有关那3个任务的提示，不就好了吗？只要顺利完成了那些任务，我们就有机会获得专属逃脱密码。这场游戏的终极任务还是逃脱庄园。那我们现在应该从哪里开始找呢？地图这么大，从哪里下手很关键，不然就是浪费时间。当然是从这个门开始喽。啊？可我们才刚刚出来，是要原路返回吗？没错，那个城堡大厅上面还有很多房间，那里面说不定会有我们想要找的线索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刚刚为什么要从城堡出来嘞？直接在那儿找不是更节省时间吗？哈，因为我想出来看看整场游戏的场地规模到底是怎样的呀。而且我不出来，其他玩家也不会出来。要是真的有宝箱，当然是我们小队独享最好。走吧，咱们得趁追捕者上场之前，赶紧找到第1个任务线索才行。这边的房间没有东西。我这边也没有。我们会不会是搜查的方向弄错了？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也许这儿真的就是一个单纯的躲避者初始点位呢。对啊，大佬，不管我怎么看，这里都不像是可以藏线索的地方，到处都是空的。不对，一定是我刚才忽略了什么信息。肉眼看不见，就是藏在了更隐蔽的地方。不然游戏设置城堡的意义何在？既不方便躲藏，又没有游戏任务提示，那怎么可能？推动了，竟然有这种机关藏着。啊，这样也行？明明刚才我也推了墙壁，为什么我弄就没有任何反应？估计是你推的时候用的劲儿不够大吧。啊，有了！恭喜你们触发了你们队伍的第1个专属任务。专属任务1，在48小时内，用这台智能手机与所有的追捕者一起拍一张合影，要求近距离拍摄，所有追捕者全部要露脸，3人中1人完成拍摄即可。与所有追捕者一起合影，还要近距离，别开玩笑了。这不就是在白白送死吗？不会吧？这怎么完成得了？这才是我第2次参加空间游戏啊！要是我被淘汰了，那我不就嗝屁了吗？这简直不要太简单，甚至不需要用到任何道具。
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追捕者应该马上就要在游戏场地的最中心出现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？而这，就是和他们合影的最佳时机。你们躲起来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去完成。啊，大哥，你确定？你没在开玩笑？系统绝不会给玩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而这个看似很难的任务，实际上破解的方法很容易，就是在所有追捕者降临的时候去与他们合影。刚降临在游戏里时，追捕者有一段时间是被规则限制了行动，只要我们胆子大，然后把控好时间，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。有点道理，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，除了要想到正确的方法以外，还要有勇气去实行。毕竟限制追捕者的时间很短暂，稍有不慎就会被解除限制的追捕者直接猎杀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！一下就想到了办法。靠着这个办法，哪怕我计算失误了一下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只要有大幅的怀表在，就能弥补任何失误。而且3分钟的时间，足够我来回拍好几百张照片。躲避者玩家优先躲避时间结束。现在追捕者上场。来了。各位，这次的追捕者是我们耳国官方特殊部队白鹰的成员。哈哈哈，那个叫 M 的没机会了，准备投降吧。我们 R 国的 A 级强者可不像贪狼那群废物一样。切，R 国强者又怎么了？再强不也是 A 级？M 大佬可是一次性击杀了7个 A 级，这次也可以做到。如果刚才那个福尔摩斯真的是 M 大佬的话，那他肯定能把他们刷得团团转。追捕者在此次作战中将会变成实力强大的特定怪物，作为平衡，他们将受到一定限制。现在，请追捕者在90秒内选择自己所要变身的怪物。90秒后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打这些小喽啰完全没有意思，你们2个小时应该够了吧？够了够了，老大这次你都不用出手，我们来就行。就凭你们4个，想要抓住我们好像有点难呢。要不你们再多叫点人来。来，咱们来拍个照，合个影。不然待会儿你们被我淘汰了，可就没有机会了。与手下败将拍合照留念，还是第一次呢。我丢，他是躲避者吧？怎么敢这样大摇大摆的出现在追捕者面前？哼，我觉得这个福尔摩斯应该就是 M 没错了。是，毕竟除了 M 之外，目前还没有人敢这么直接跟追捕者们正面交锋。如此大胆的风格，很有他个人特色。主动上前合影啊？该不会这就是他的专属任务吧？这太疯狂了！我懂了，大佬是要在追捕者降临的期限内完成这个任务，但是他敢上前和追捕者合影，可见这人的心理素质真强。要是换我上去，肯定当场自闭，我腿早就软了，哪还有心思跟对方说话呀？不过我还是有些好奇，像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，到底是怎么混进那场新手局的呀？你说会不会是他用了什么道具？谁知道啊？或许那场新手副本里有他非得到不可的东西。你是躲避者，好胆啊！过来送死的吗？躲避者，你真有趣，还敢来挑衅我们？是新人吗？还行吧，你们配合一下。
小子，劝你别太嚣张，限制时间快到了。若不是我们登场前的空气墙，你现在已经变成2节了。再不跑，第一个拿你开刀。好了，别废话了，把头转过来，咱们来拍个照啊！几位笑一下，3、2、1，茄子！太强了，完全不在乎这些追捕者的威胁，太厉害了！先撤了，拜拜。溜得真快。这张照片就当是给你们的纪念好了。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躲避者，真好玩。臭小子，我一定要宰了你！玩家 M 成功与4名追捕者完成合影，小队专属任务1完成。你竟然真的做到了！他们大佬太强了！哦耶哦耶！面对那些追捕者，你不害怕吗？他们肯定记住你了。刚才真是吓死老子了，腿都软了好吗？任务完成了，咱们也赶紧撤吧，不然待会儿追捕者上来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城堡房间全是空的，没有物品掩护，不好躲避。咱们去游乐园。好。 90秒，怪物选择完毕。现在游戏正式开始。开始了。我去，还好刚才那人跑得快。这些怪物看样子还有其他特殊技能吧？好凶残啊！我已经看得瑟瑟发抖了。委员，去追刚才那个家伙。是，老大。 其他人按计划行事，各自选择一条区域猎杀躲避者。这里位置较高，可以随时观察到追捕者的动向，而且还不容易被发现。咱们先看看这追捕者是什么路数，到时候再做打算。自古搜寻不抬头，这里的确是个好地方。我去，有个红衣女来城堡方向了！城堡的兄弟们注意一点，这红衣女还是个阿飘啊！兄弟们，你们找到宝箱了吗？ 有哪位仁兄可以提示一下宝箱的位置呀？别管什么宝箱，大家赶紧藏好，保命要紧啊！这次的追捕者太凶残了。这些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一个任务宝箱，10来分钟全都用来找位置躲藏了。他们将这个游戏当成纯粹的捉迷藏了。要完成这次任务，可不能在一处地方一直待下去。这场游戏的关键就是要不停地跑。他们这么快就来了！救命啊！看来已经有倒霉蛋被发现了。玩家我是风儿淘汰，玩家小木马淘汰，当前躲避者20人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要不咱们现在还是趁乱赶紧逃吧。不急。 不要啊！谁来救救我们！别跑啊！糟了，他出来了，他看到我们了。原来如此，知道了。嚣张的躲避者，我等会儿过来找你。你先好好看看你将要面临的下场吧。不好，这是个死胡同，前面没路了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们跑不掉了。 我和你拼了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去死吧！那我就成全你。不，太残忍了！这才对了，躲避者就该有躲避者的样子。
逃吧，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啊！他明显盯上我们了。哈哈，这明明就是在杀鸡儆猴啊！他一定会吃了我们的。别急，怪物虽凶猛，但它也是有弱点，只要掌握了，很容易摆脱它。弱点？刚才我发现，他在追杀躲避者时，行动变得很缓慢，而这应该就是追捕者的规则限制。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还不想死。只要你放过我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们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你来做，很简单，你们应该有躲避者的聊天框吧？有的。你是想？那你给我发一句话在聊天系统里，转达给其他躲避者们。发送成功后，我就让你先跑3秒。好的。先跑3秒和原地等死没有区别，但这是唯一的机会了，还是先听他的。你就发躲避者们，你们的克星员2大爷来了，不要再妄想挣扎啦！在游乐园里被抓住的人，要想活命的话，待会逃跑就把 S 路线。目前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逃跑。此外，还有一条没有确认的漏洞：追捕者每一次攻击都有短暂的停顿，大概1秒钟。使用这条漏洞逃跑的时候要谨慎一点。M大佬，他竟然跟我在同一场游戏里。他不是刚刚结束一场游戏吗？居然又开了。明白。太好了，有 M 大佬在，会有救了。发完了，我现在可以先跑3秒了吧？你不会说话不算话吧？当然，3，跑吧，赶紧跑吧！你越是惊慌，我就越是兴奋。好好享受你人生最后的时光吧。去死吧 ！M 大佬保佑 ，S 路线。什么？该死！别想跑！躲过了 ，M 大佬说的是真的。他跑的方向似乎不对劲，这是他在跑 S 型路线，看来是发现了我现在的弱点。可恶！你以为我是谁？休想就这样从我手里溜走！该死的限制，让我跑得这么慢！给我站住！只好用这招了。追上去！怎么回事？哎，什么鬼啊？雨伞怎么又回去了？难道本源还不熟悉怪物的身体，所以操作失误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解释下吗？你们快看，他吐出来的东西又回去了耶！追捕者在白天会被大幅度削弱，技能无法在白天使用。哇，原来是这样！这个玩家运气真好。太好了，有这个限制在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去寻找任务宝箱了。没错，追捕者在白天的限制很大，完全就是废物。现在就是我们完成任务的最佳时机。我们还是按照刚才的计划行事，反正我有大幅的怀表在手，不怕被抓住。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下去探探情况。好。该死该死，技能不能用，连雨伞都不能离开身体，这具身体的限制太大了。要是解除限制的我，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？